先讲为什么我戴帽子，是因为我最近头发掉太多，然后头皮很稀疏，加上我昨天呢就是发懒没有洗头，戴了帽子，因为很油。就今天这支影片呢算是临时起意录的，因为我最近其实收到蛮多私讯，然后这些私讯呢就孩子们都会跟我分享他们现在目前生活上遇到的难关，然后现在卡哪里。那其实我在回私讯的时候都还蛮认真的，我如果呢要讲的东西太长，我一定就是用语音输入。最近收到比较多的私讯就是问我霸凌歧视的问题嘛，然后不然就是问我那个读书跟换照哪一个比较好。那今天先回答霸凌歧视这件事，因为刚好就是风头正热。其实霸凌跟歧视这件事情，你不管去哪一个国家都有，包含台湾人自己都会歧视台湾人啊。有些台湾人会歧视就是有口音啊，譬如说有中部腔啊、南部腔啊，或者是一些原住民的口音这样。反正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就算出国，你不管到哪里，或者是你留在台湾都会有嘛。我在台湾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北市联医的某家院区的一般病房工作，然后在那一年我被欺负得蛮惨的，我每天都很想要从那个台北桥或是重阳桥，甚至 anyway 哪一条桥，我每天骑车都很想直接去死。那一年呢，我刚毕业嘛，所以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反抗，我不知道原来那个叫做霸凌。那一年就只能自己默默吞下来，然后也没有什么往上申诉的机会，因为带头霸凌的人就是护理长嘛。当然后来我在第一年之后，就是我后来遇到的同事或者是主管，其实大部分的人都偏好，我只能说我的开局不太好，就跟现在一样，来加拿大一样，就是第一个都不是那么的友善。当然我觉得是情况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毕竟那时候我没有工作经验嘛，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事情。但现在不一样啦，现在我有朋友，我有家人，然后我在加拿大也有非常疼爱我的 family， 然后就是我的同事也真的非常照顾我，所以这一次其实我不是孤军奋战。那我们怎么去处理这长达2-3年的职场霸凌跟歧视的问题呢？大家集结了大家的力量，然后一起一人一信去发到我们这个省的最高机关去，然后让这个最高机关的总裁出手去处理这一大堆不合理的事情。那包括这2年我们其实都有一直在搜证，我一直都有在搜证，就是以备不时之需。那其实你人在国外要去面对这件事情真的不容易，所以我会觉得那些不合理的对待，首先你要保护自己，然后当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台湾人就是这样，你一开始会觉得是不是我想太多啊，可能是我太敏感啊，但其实不是的，那些都是讯号。当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那个就是不舒服。那如果你真的还是不确定，你把这件事情跟你信任的人聊一聊，如果可以的话，跟信任的长辈或者是同温层，你跟他们聊一聊，那让别人的角度去看看这件事情，或许真的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没有做好。可是我觉得如果当你今天真的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很难受的时候，我会觉得先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忧郁症发作最严重的时候，第一时间其实是打给带我的 preceptor， 他从我一开始入职就一直非常照顾我到现在。我的另一半出去工作的时候，他会就是带着他家人烤好的肉啊，备好的餐点啊，就是直接送来我家敲门，就说我只是来给你食物，我怕你饿死这样。所以其实我第一时间是跟他说，我觉得我不行了。我那时候的状态严重到我除了想杀我自己，我还想杀病人。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危险，我只要回去工作，不是我死就是病人死。然后后来在他的鼓励之下，我就马上预约了我的家医，然后我隔天就火速的到了 City 去看完医生之后，医生也觉得不行，你这状况不对，所以我也很快速的被转诊到了精神科。大家要知道在加拿大你要转诊到次专科其实是要等很久的，但是我马上就被转诊了，我其实没有等，好像等才2天还3天，我就到我了。所以我觉得当你遇到被霸凌或歧视，不管你人在台湾还是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首先当你心里面那个声音告诉你你真的不行了的时候，不要怀疑，求救吧。我那时候发作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好像跟
别人讲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那我平常的形象就是很正向嘛，当然我不是刻意营造我自己很正向，我本来个性就大概是那样。当我发出那个求救讯号的时候，其实就是希望有人可以陪在我身边，他可以在我身边告诉我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知道有些人不喜欢听被接住这句话，可是我真的觉得当时我打电话给我的 preceptor 的时候，因为那时候镇上我先生不在我身边嘛，我可以信任的人其实很少，那刚刚好他就是愿意陪我走这段路。然后当然还有我对我很好的加拿大妈妈，她也是就是想尽办法想要带我出去吃饭啊，然后要陪伴我啊。总归来说，我目前出国到现在啊，我学到的就是在霸凌跟歧视发生的时候拉自己一把，告诉自己其实得忧郁症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我一开始真的觉得很丢脸，然后我觉得我很对不起大家，我也不知道对不起谁就对不起谁？这是我的人生，我为什么要对不起谁？那时候也是被一些童年的阴影，就当你发病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一起来。我的童年有一些事情，那等我可能之后很老了，我觉得可以说出来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讲我到底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在这4个月没有工作的期间呢，我就是靠我的保险生活的。那我这些保险就是我每个2个礼拜的 paycheck 里面会扣掉的insurance。那当然医院端也是帮我付了很多钱，所以可以让我留职，然后也有薪水，大概是领66%的薪水。这个我之前有写文章写过。所以其实我觉得出国当 RN 最大的体悟不是什么我讲着英文，然后我过着多么令人称羡的生活，不是的。我觉得是这些会照顾你、照顾员工的这些福利，是让我最推荐大家有生之年，如果你有能力，你想要，你评估自己觉得 OK， 你可以踏上这条路，我十分建议大家出来走走。被照顾的感觉跟你被重视的感觉，我觉得目前为止10几年的工作经验，我在台湾没有得到了。如果你还在犹豫要不要出国看看，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你先画好自己的能力界限。我觉得出国工作之后，你连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可能都会因为做不好然后很挫败。像我之前有讲过嘛，我去超商要买个优格，然后买错，然后想要买牛奶，在那边看半天不知道哪一个才是牛奶，要买什么 cheese， 然后看不懂那是什么。出国工作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整个把自己以前建立起来的能力全部都打掉，但是你又保有原本的那个自己，所以你等于是一个 remodeling 的一个状态，你要重新为自己塑形，然后你会发现生活一直不断的在揍你、打你、踢你，想尽办法要把你磨成一个很圆很圆的石头。目前出国最大的感想就是，当你站出来的时候，有合理的制度可以让你往上申诉，但你不站出来，你就是一直在内耗你自己，你在消耗你自己的生存意志。所以我觉得经过这件事情之后，虽然我变坚强了，也觉得好像站出来跟不公平对抗这件事情好像很了不起。那当然我也有看到一些改变，我这礼拜回去上班之后，我觉得很多事情都变了。如果下一次同样的事情再发生，我还会站出来保护我自己吗？会，我会不计一切的，然后搜证，然后写信。那现在 AI 很方便嘛，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自己都不站出来保护你自己的话，没有人会保护你。如果你做好了这个觉悟，那出国对你来讲不是一件什么太困难的事情。